欢迎大家来到心灵档案频道，在这里，我们不仅仅是聊财富，更是要帮你提升思维格局，让你迈向财富自由的星光大道。今天我们来聊聊，为什么有些人总能轻松赚到大钱，而有些人却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。财经分析师陈玉曾经说过，社会的财富分布就像是打乱的拼图，分布不均匀。那些能够站在顶层俯视众生的人，不仅仅靠的是勤劳，还有他们眼中的远见和战略思维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揭开这些差距背后的秘密，看看为什么思维格局才是改变财富命运的关键。穷人互害，底层的互踩游戏。底层互踩的现象在许多地方屡见不鲜，就像在一些小公司里，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本来可以互相协作的同事，却因为一时的情绪和利益开始互相拆台。想象一下，小徐和小胡这两个人，他们原本都在公司里干得不错，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，都应该有机会走得更远。可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插曲，双方竟然走到了互踩的局面。那时，小徐是一个年轻的网页设计师，能力虽然强，但毕竟年纪轻，资历不深。小胡则是资深的设计师，凭借着多年的工作经验，早已经在公司里有了不小的影响力。那次，总监决定让他们两人合作，目标是开拓一个新市场，做一个设计方案。虽然任务是合作的，但因为小胡资历较老，总监决定让他来主导，而小徐只能作为副手。表面上看，似乎这个安排合理，因为有经验的设计师在前面带领，年轻人能学到东西。然而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。方案完成后，领导们对小胡的表现十分满意，结果当场决定升职加薪，并且让他成为了部门主管。而小徐虽然在其中也贡献了不少，却因为是副手，只升了一级。小徐心里不爽，暗自嫉妒，觉得自己比小胡能干，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。于是在接下来的合作中，他开始心生怨气。客户接洽时，他开始对小胡进行恶意的吐槽，指责小胡设计水平差，甚至声称小胡在赶工时抄袭了其他方案。客户听后纷纷表示不满，许多合作都因此泡汤，公司的订单量因此大幅减少。管理层很快就发现了问题，并对小徐展开了调查，最终决定将他辞退。看似小徐只是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而去拉别人下水，殊不知他最终的结局正是自己被坑了。他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工作，还错失了更多的机会。小徐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力获得更好的机会，然而他选择了一条不归路，最终落得如此下场。这种局面在现实中并不鲜见，因为没有足够的宽容和合作精神，很多底层人在贫困和压力的驱使下，往往会选择伤害他人来暂时排解自己的焦虑。水木然曾经说过，底层人的穷，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一直在互相为难。当一个人过度关注别人的缺点，总想通过打压别人来获得自己的好处时，他不仅会失去自己的机会，还会让他人失去合作的意愿。这样做的结果，往往是两败俱伤。小徐和小胡的故事便是最好的例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彼此本应通过合作和共同努力来达到更好的结果，却因为内心的嫉妒和竞争，最终让彼此都受到了损失。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生，尤其是底层社会。那些处在困境中的人，往往会感到自己的前途渺茫，生活充满了不公平的压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人会采取一些自私的手段，试图让别人也和自己一起堕落，进而获得一种虚假的心理安慰。其实，这种心态只会加剧整个社会的困境，大家互相撕扯，最后只会陷入更加泥泞的困境，而没有人能从中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好处。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人说，别人好过就不行，这种心态正是底层互踩现象的根源。看到别人过得好，就觉得自己不好受，于是想着通过拉别人下水
来让自己稍微好过一点。这种心态虽然能暂时给人带来一些满足感，但长远来看却是自掘坟墓。因为社会上的每个人最终都是通过合作和共赢来实现自我价值的。如果总是想着通过拆台来打压别人，那么不仅会失去他人的信任，也会让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，难以发展。而这种互相伤害的现象在许多行业中都普遍存在。在职场中，由于职位和资源的有限，竞争和嫉妒往往让人产生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。这种思维让人们认为，只有自己抢走了别人的机会，自己才能有所收获。但实际上，这种思维本身就是错误的。一个人的成功，并不是建立在别人失败的基础上，而是建立在自身能力和不断进取的基础上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看到身边的一些人，尤其是那些底层的人，彼此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猜疑和敌意，大家看不顺眼对方，互相之间往往有许多口水仗、争执和嫉妒。这种局面不仅不会让任何一方受益，反而会加剧彼此的困境。其实，大家都身处困境，何不携手共进，互帮互助呢？要知道，只有通过合作，才能找到通向成功的道路。中产互卷，拼命努力，卷出一片天。杨希文成名前，在餐厅里打工，身边的人个个都不甘落后。为了争取一个小小的领班位置，大家像战场上的士兵一样拼杀。有人偷偷练习端盘子的稳定性，有人苦练微笑服务，有人研究怎么推销套餐才能让客人点单更多。可最终拔得头筹的，却是那个比所有人更拼的杨希文。他不仅白天卖力工作，晚上还在偷偷学外语，哪怕累得趴在桌上打瞌睡，也咬牙坚持。凭着这股拼命三郎的劲，他终于成功上位，后来甚至走上了作家之路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这种拼命卷才有出路的现象，在许多行业都存在。就拿职场来说，多少人熬夜加班，拼命提升技能，才终于在年终考核里脱颖而出。可即便如此，也还是可能被更努力的人超越。有人苦笑着说，现在的世界，连混日子都需要本事，那些安于现状、不愿付出的人，早就被社会的大浪淘沙甩在了后头。大江东去里的宋运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初入职场，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工人，别人摸鱼喝茶，他埋头钻研；别人混日子，他拼命学习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他简直是个自然型人才，不需要外界的压力就能燃烧自己。也正是这股劲头，让他一步步爬到了高层，收入翻了几倍，成功迈入中产。有人羡慕他的成功，但很少有人看到他为了这一天付出了多少。财富都是卷出来的，这句话听起来扎心，但现实确实如此。一个普通人想要获得更好的生活，不拼怎么行？看看那些职场精英，哪个不是从基层干起？再看看创业者，哪个不是踩着失败的坑才最终成功？有人说，努力不一定成功，但不努力一定失败。在这个时代，想躺着赚钱比登天还难。不过，内卷并不是只靠死拼硬干，真正能卷赢的人，往往是那些懂得如何利用资源，最大化发挥自己优势的人。比如，有的人利用下班时间考取含金量高的证书，让自己的履历更具竞争力；有的人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理财，让钱生钱；还有人抓住风口，转行进入更有前景的行业。这些人并不是瞎卷，而是有策略地提升自己，最终让努力变得更有价值。然而，问题也随之而来。当所有人都拼命卷，那卷出来的成果还能保值多久？10年前，考个985大学文凭就能保证有份好工作，现在硕士遍地走，博士都不一定能稳拿高薪岗位。房价飞涨，物价上涨，赚钱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花钱的速度。拼命互助的中产身份，有时候不过是稍微好一点的安全感罢了。当然，
这并不意味着努力是徒劳无功的，相反，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努力，让人们在动荡的时代里站稳了脚跟。有人从普通打工人变成了管理层，有人从小摊贩变成了企业老板，有人从底层码农变成了技术大牛。他们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卷，更是因为在卷的过程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向，最终走向了更高的层次。但凡事都有代价，拼命卷出的成功往往伴随着牺牲，牺牲了休息时间，牺牲了家庭陪伴，甚至牺牲了健康。有些人30岁就已经过劳猝死，有些人奋斗了一辈子，回头一看才发现错过了无数本该珍惜的时光。那些被卷到极致的人，最终真的幸福吗？然而，现实并不会给人太多选择。面对生存的压力，很多人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。在这个躺平被批评、躺赢不现实的时代，唯一的路似乎只有比别人更拼，比别人更卷。就像一场无休止的马拉松，谁停下，谁就被淘汰。富人护台，合作共赢，一起把蛋糕做大。在现代社会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，尤其在商业领域，单枪匹马很难走得远。在这个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，企业和个人的成功早已不再仅仅依赖于个人的智慧和努力，更多的是依赖于如何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，形成合力。我们常常听到独木难支、百花齐放这类话语，意思就是说，单打独斗最终只能走向失败，而共同努力才能收获更大的成果。日本企业家盛田昭夫无疑是这方面的典范。在1984年，他在创建手机移动公司时，虽然具备了足够的市场竞争力，可以轻松打败竞争对手，然而他并没有选择完全独占市场。相反，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决定，将市场的大部分份额留给了竞争对手，而自己选择了相对次要的市场。这种决定表面看起来可能是对自己公司的一种损失，甚至显得有些不合常理。毕竟谁不想抢占市场份额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？然而，盛田昭夫的决策却有着深远的眼光和战略性思维。他并没有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而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待问题。他深知，一个人独占市场的利润最终是有限的，而合作才能够让市场不断扩大，大家一起赚得更多。他形象的比喻说，我们要把市场做大，一个人独赚10块，不如两人共享100块。这种合作共赢的理念，促使他与竞争对手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关系，不仅帮助两家企业度过了困境，还让整个市场得以持续扩大，最终为自己带来了更大的利润。与盛田昭夫的做法类似，商业导师李科也曾提到，穷人只在乎自己独占资源，而富人则懂得如何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来实现更大的财富积累。李科说，我要赢，但我要身边的人一起赢。这句话无疑揭示了富人不同于穷人的商业思维。富人的思维并不是只顾自己，而是思考如何通过共享资源、合作共赢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，从而达到自己更高的利益。其实，所谓的成功并不只是某一个人单打独斗的结果，而是整个生态系统共同发展、共同进步的体现。正如刘同在他的作品中所说，个人的能力就像银行卡上的后位数，而眼界、认知和胸怀则是前位数。后位数再大，如果前位数不够高，银行卡上的余额也不会太多。同样，个人能力再强，如果没有广阔的眼界和胸怀，成功也将会是有限的。只有当我们站在更高的认知层面上，学会与他人合作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，财富才会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。盛田昭夫的故事无疑为我们展示了一种超越眼前利益，从长远角度思考问题的商业智慧。他不仅帮助竞争对手度过了难关，也让整个市场得以扩展。正如他所说，我们要把市场做大，一个人独赚10块，不
不如两人共享100块这一战略眼光，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，更是人际关系中的智慧。合作的力量往往比竞争的力量更强大，所以在现代社会，合作共赢不仅仅是一个理念，它已经成为了商业成功的必然路径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个人的角色都至关重要，无论是企业家、商人还是普通的劳动者，只有学会与他人合作，互帮互助，才能在这个复杂的市场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。而这种合作的精神也将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。从盛田昭夫的成功案例到李克的商业智慧，再到刘同的深刻洞察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一个人成功的关键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，而是如何通过合作来实现共赢。放眼当今世界，无论是企业的成功还是个人的财富增长，背后都离不开合作共赢的战略思维。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放下狭隘的竞争心态，学会与他人合作，拓展自己的人脉和资源？在未来的道路上，合作共赢将是我们走得更远的关键，而真正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人，才会在商界乃至人生中获得真正的成功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内容。通过今天的分享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财富和成功不仅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，更与我们的思维格局、合作精神密切相关。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社会中，学会合作共赢，放眼长远，才是实现财务自由的真正关键。如果你也想拥有更广阔的视野，打破自身局限，走向更高的财富阶梯，别忘了订阅频道，继续关注我们为你带来的更多实用干货，让我们一起走向更美好的未来。